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看看你穿成这样能出门吗？说话能不能注意点，丢不丢人？我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懂呢？这些话可能来自你的父母、你的伴侣、你的上司，甚至是你最亲近的朋友。他们的意思很统一，你不够好，你需要被改造。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说为你好的人，他到底想要什么？更可怕的是，当你真的按照他们的要求，换了衣服，改了口音，学会了在饭局上得体的微笑之后，他们会满意的拍拍你的肩膀说，你看，这不是挺好的吗？可从来没有人问过你一句，你自己想不想变成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早在100多年前，一个爱尔兰老头就替所有被改造过的人问出来了。他叫萧伯纳，被誉为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戏剧家。而他写的这部戏剧名字听起来很浪漫，卖花女，英文名叫 Pygmalion， 皮格马利翁。这个名字来自一个古希腊神话，国王皮格马利翁讨厌所有现实中的女人，于是亲手雕了一座完美的女人塑像，取名格拉蒂。他每天对着塑像说话，亲吻倾诉，爱得死去活来。最后女神维纳斯被他感动了，让塑像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听起来多浪漫啊！一个男人凭借自己的爱和才华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女人。多少人听完这个故事会感慨，真爱可以改变一切。但萧伯纳不这么想，他看着这个流传了2000年的浪漫故事，冷笑了一声，然后问了一个所有人都不敢问的问题：如果格拉蒂活过来之后发现自己不想当皮格马利翁的妻子呢？如果他有了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想法，不想按照创造者的剧本走呢？那个把他从石头变成人的男人会允许他说不吗？100年前，当这部戏剧在伦敦首演的时候，所有观众都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结果他们等来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欢迎来到翻扣人物之库，我是翻扣。今天让我们走进萧伯纳的卖花女，去看看一个被改造的女人是如何一步步从泥泞中站起来，然后对着那个自以为是的创造者说出了那句话：你自己去买。故事发生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夜晚，伦敦科文特加登广场，晚上11点15分，突然下起了大雨，一大群人都躲到了广场旁边教堂的屋檐下面，有穿着体面的绅士，有赶夜路的平民，有无所事事的路人，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等雨停，就在这个嘈杂的避雨人群里，有一个男人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叫亨利·希金斯，是一位语音学教授。语音学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研究人怎么说话的学问。希金斯教授自创了一套语音符号系统，他可以把每个人的口音用符号记录下来，然后像读乐谱一样，用自己的嘴精确地模仿出来。他站在屋檐下，像一个猎人扫视猎场一样，竖着耳朵听人群里每个人说话。然后他开始表演，他指着一个人说：你是塞尔塞人，又指着另一个人说：你是霍尔斯顿人，再指着第3个人说：你出生在切尔滕海姆，上了哈罗公学，然后进了剑桥，后来到印度工作过。那个人目瞪口呆，全对。周围的人都惊了，觉得这个家伙简直是活神仙。但希金斯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在他看来，口音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证。你张嘴说第一个字，你的出身、你的阶级、你的教育程度就全部暴露了。在19世纪的英国，所谓的标准英语是有严格发音要求的，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掌握。一般只有家庭富足、受过良好教育的南部英国人才说得出那种口音，而伦敦东区的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地方腔调，元音、辅音都和标准音不一样。说到这儿，我们的女主角就该登场了。她叫伊丽莎，一个卖花的姑娘，趁着下雨跑到人群里来兜售花束。她一张嘴满是土气。希金斯立刻听出了她的来历。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你出生在利森格鲁弗，离这里好远的。伊丽莎当场就吓坏了，她以为希金斯是密探，知道了自己的底细。其实不用什么密探，他的口音已经把一切都说了。比如希金斯的名字叫 Higgins， 开头有个 H 的音，但伊丽莎说话时 H 是不发音的，所以在他嘴里 Higgins 变成了 Eggins。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发音差异，
在当时的英国就足以把你钉死在社会的最底层。等到人群散去，教堂屋檐下只剩3个人：希金斯教授、麦花姑娘伊丽莎，以及一位研究印度方言的专家皮克林上校。希金斯和皮克林看着伊丽莎，她顶多20岁，模样或许不算多差，但看起来一点都不讨人喜欢。她穿着一件长长的黑上衣，围着粗布围裙，鞋子破破烂烂，头上戴着一个小黑草帽，帽子上沾满了尘土和煤烟，看来很少去洗刷。帽子下面的头发乱糟糟的，灰里透黄，牙齿也长得不好。这是一个很难被注意到的人。希金斯皱起眉头，毫不留情地说了一句话：你这种土腔调会使你一辈子低人一等。伊丽莎听到这话哭叫了起来，希金斯完全不在意她的眼泪，继续说：发音实在太难听了，他要是一直这么讲话，一辈子都得流落街头。皮克林上校心生同情，给了麦花姑娘一些钱。伊丽莎喜出望外，蹦蹦跳跳地去打了一辆出租车。她一高兴起来，那股乡土气息更加浓烈了。就在这时候，希金斯忽然来了兴致，他扭头对皮克林说了一句看似玩笑的话，却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你信不信？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就能把她培养成优雅大方的公爵夫人，让她出现在一位外国大使举办的花园晚会上。你看，在这个雨夜里，2个世界的人偶然碰面了。一个是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语音学家，手握标准的定义权，觉得自己可以用科学改造一切；另一个是被踩在最底层的卖花女，连说话的权利都被人嫌弃，活得像一株没人要的野草。希金斯看着伊丽莎，就像皮格马利翁看着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他心里想的不是爱，不是同情，甚至不是好奇，他想的是我能不能用我的技术把这块石头变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而那件艺术品本身怎么想，他根本不在乎。但故事还没开始呢，因为第二天一早，伊丽莎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她主动找上门来了。第二天，希金斯把皮克林请到了自己的实验室，两人正热火朝天地交流语音学的最新进展。这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吵闹声，管家太太进来通报，有一个年轻姑娘非要见您，挡都挡不住。希金斯一开始还纳闷，谁这么大胆？门一推开，伊丽莎站在那里。昨晚那个蹲在屋檐下卖花的姑娘，今天洗了把脸，换了身稍微干净一点的衣服，硬着头皮找来了。她不是来求施舍的，她是来谈生意的。伊丽莎说：我听到了你昨晚说的话，你说能把我变成公爵夫人。我不指望当什么公爵夫人，我只求你教我说好话，让我能去一个花店里体面的打工，我愿意付学费。这段话特别值得细品。一个卖花女每天在街头风吹雨淋，赚的钱可能连下一顿饭都不够，但她听到了改变的可能性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就来敲门了。她不是被动的等着命运垂怜，她是主动来抓住这根绳子的。但希金斯的反应是什么？嘲笑。他开口就是一顿讥讽，然后开出高的离谱的学费吓唬他，还威胁说要用笤帚把他赶出去。在希金斯眼里，伊丽莎不是一个来求学的人，她是一个好笑的东西，一个土里土气的，满口粗话的，连 H 都发不出来的东西。但皮克林上校不这么看。皮克林听了伊丽莎的请求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做了一件改变局面的事，他跟希金斯打了一个赌。他说，要是你真能把这个姑娘调教的脱胎换骨，我愿意承担这次实验的所有费用。注意他用的词，实验，不是教育，不是帮助，是实验。就像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对着一只小白鼠说，来，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走出迷宫。希金斯立刻来劲了，他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对着所有人宣布，好，我就让你们看看这个拖着又脏又破的裙子流落街头的邋遢女人是怎么变成公爵夫人的。他扭头对管家太太说，把她带走，给她洗澡换衣服，她要是有一点点不配合，可以尽管揍她。这时候皮克林上校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认认真真地提醒希金斯，别忘了我们是绅士，我们说话要负责任，你要保证对得起自己的承诺，绝不能利用这个姑娘在你家里学习的机会做出有损于她名誉的事情。皮克林的提醒很有意思，他不是在担心伊丽莎能不能学会标准英语，他担心的是另一件事。一个年轻姑娘住在一个单身男人家里，
这本身就是危险的。希金斯对这种警告完全不以为然，他故意阴阳怪气地说了句反话：哈，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话你听得出来，不是尊重，是轻蔑。他的意思是，你放心吧，我对这种女人根本提不起兴趣。他还补了一句更扎心的话：我教过好几十个美国的女百万富翁学说话，个个都美貌无比，我早就经受过考验了。在我面前，她们就像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木头。说到这儿，管家太太忍不住了，她委婉地提了一个意见：先生，您虽然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嘴里的粗话太多了，什么该死了、倒霉催的、见鬼了之类的。您今天说话中已经出现了好几次 bloody 这个词儿了，实在是不太文雅。他说，您既然要改造伊丽莎，您自己就得先做好榜样了。这段话太妙了。萧伯纳在这里埋了一颗炸弹。希金斯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改造别人？他的语音学的确很厉害，他可以教会伊丽莎说标准英语。但一个人的文雅真的只是口音的问题吗？一个满嘴 bloody 的教授和一个满嘴土话的卖花女，谁更粗俗？这个问题萧伯纳现在不回答，他把它藏起来，等到最后再引爆。就在伊丽莎被带去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另一个人物登场了。伊丽莎的父亲阿尔弗雷德，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垃圾工人，没什么文化，穿得破破烂烂。他听说女儿在这里，就找上门来了。你以为他是来保护女儿的？不是，他是来要钱的。阿尔弗雷德一上来就很不知羞耻地流露了自己的动机。我的女儿在你这里，你总得给我一点表示吧。希金斯一开始没赶走他，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的口音很有意思，值得研究一下。但阿尔弗雷德这个人物远比表面看到的更复杂。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能说会道，滔滔不绝，而且有一种奇特的逻辑，让你听着觉得不对劲，但又没办法反驳他。他就像一个天生的街头演说家，用最粗糙的语言讲着最世俗的道理。希金斯后来给了他5英镑，打发他走了。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配角，在最后一幕会以一种极其讽刺的方式重新登场。但现在让我们先按下不表，回到伊丽莎这边，她被带进了希金斯家的浴室。一个卖花女的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她平生第一次坐进有冷热水2个龙头的浴缸，第一次见到带烘干效果的浴巾架，第一次用上报春花香味的肥皂。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东西稀松平常，甚至不值一提。但对于一个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姑娘来说，这些东西代表着另一个世界。当仆人嫌弃伊丽莎的衣服又脏又破的时候，伊丽莎立刻大叫大嚷：我现在知道那些上等女子为什么这么干净了，真希望他们看看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洗澡的。这句话粗糙吗？粗糙。但这句话里有没有真相？有。上流社会的女人之所以优雅，不是因为她们天生就比卖花女高贵，她们只是生下来就有冷热水龙头、烘干浴巾架和报春花肥皂，而伊丽莎什么都没有。当她撞见自己父亲的时候，她也毫不客气地吼了回去：你这个老骗子，你就会来讨点钱买酒喝。你看，这就是此刻的伊丽莎，她粗俗直接，毫不掩饰。她的每一句话都像没削过皮的土豆，带着泥，带着刺，但也带着一种野生的真实。她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不知道在上流社会的客厅里，人们只聊天气和健康。但她知道一件事，她不想一辈子流落街头，这份渴望比任何标准英语都真实。而从这一天起，伊丽莎走进了希金斯的实验室，成为了他的作品。好几个月过去了，希金斯到底是怎么教伊丽莎的？萧伯纳没有花太多笔墨去写，他跳过了那些枯燥的训练过程，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希金斯的母亲在家里举办宴会，希金斯决定带伊丽莎来验收成果。他兴冲冲地跑去告诉母亲自己和皮克林打的赌，说现在这个姑娘已经接受了很长时间的训练，可以在这次宴会上展示一下。老太太不太高兴，但也没来得及反对。很快宾客到齐了，其中有好几个人都在第一幕的避雨场景里出现过，他们都见过那个蹲在地上卖花的伊丽莎。但当伊丽莎出现的那一刻，没有一个人认出她。昔日衣衫褴褛、满口粗话的卖花女完全变了一个人，她的举止动作、走路的姿态
都符合一种优雅的标准。他被希金斯指引着走向老夫人，努力用学究式的准确声音说：你好吗，希金斯夫人？多么小心翼翼的一句话，你几乎可以想象他在说出每一个音节之前，脑子里都在疯狂地回忆希金斯教过的发音规则。如果他只说这一句话就停下来，那这次宴会就完美了。但问题是，人不是机器，你不能只教他怎么发音，却不管他说什么。当一位在场的夫人聊起最近的流行性感冒，伊丽莎一下子就接上了话茬。她说她姑妈就是在流行性感冒中去世的。说到这里还算正常，但她接着说，可她相信姑妈是被人干掉的。那些人为了一根别针和一顶草帽都能干掉一个人。她又说起她爸爸的醉酒，爸爸经常从妈妈那儿拿4个便士就出去喝个痛快。杀人酗酒，这些词像手榴弹一样扔进了上流社会精心维护的客厅里。希金斯连忙站起来大声咳嗽，暗示伊丽莎赶紧住嘴。他还找不说干掉是一种时髦的新说法。周围的宾客面面相觑，尴尬到了极点。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当伊丽莎要走的时候，一个年轻小伙子殷勤地提出要陪她走。伊丽莎一瞪眼，甩出了一句 No bloody likely， 绝无可能。 bloody 就是希金斯教授自己天天挂在嘴边的那个粗话。全场石化，但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在场的几个年轻人听到伊丽莎说 bloody， 不但没有觉得粗俗，反而以为这是上流社会新兴的时髦语言，还兴致勃勃地模仿起来。所以其实上流社会的优雅有多脆弱？一个卖花女的一句粗话就能被他们当成时尚。他们分辨不出粗俗和时髦的区别，因为他们判断一件事情好不好的标准从来不是内容本身，而是说话的人穿什么衣服，用什么口音。宾客散去之后，希金斯急忙问母亲，怎么样，伊丽莎能登上台面吗？老太太看了他一眼，回答说，傻孩子，她当然登不上台面了，她只是你自以为是的得意之作。她的语音是没有问题，但她说的话已经暴露了她的底细。皮克林问，那如果把她话里面的粗俗部分去掉呢？老太太冷冷地说了一句，只要跟你希金斯在一起，她就去除不掉。然后老太太开始一一数落儿子的种种毛病，不懂礼貌，对宾客粗鲁无礼，自以为是，目中无人。信誓旦旦要打造公爵夫人的希金斯教授，在母亲面前被训得抬不起头来。这个场景特别有意思。希金斯觉得自己是皮格马利翁，是创造者，是给予者，但他母亲一句话就点破了真相，你自己都一身毛病，你拿什么去创造别人？伊丽莎的口音改了，但她的粗俗没有变，因为她的粗俗有一半是从希金斯身上学来的。一个老师教不出超越自己的学生，一个满嘴粗话的男人造不出真正优雅的女人，但希金斯不会承认这一点。他继续他的实验，继续打磨他的作品，而他不知道的是，那个被他当成实验品的姑娘心里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宴会上的翻车并没有让希金斯放弃，相反，他更来劲了。就像一个实验失败的科学家，不会因为一次爆炸就离开实验室，他只会调整参数，重新来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金斯继续高强度的训练伊丽莎。我们不知道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萧伯纳有意跳过了这些细节，他不想让我们看见一个卖花女是怎么一步步被打磨成淑女的过程，因为那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就像你不需要看见一块石头被凿子敲碎的每一锤，你只需要知道最终石头变成了别人想要的形状，而它原来的样子再也回不去了。时间快进到故事的第4幕。这一天晚上，希金斯和皮克林从外面回到实验室，他们的表情是轻松的、得意的，甚至有几分微醺，因为伊丽莎成功了，她终于在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上通过了考验。虽然萧伯纳没有直接写那个场景，但从2个男人的对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伊丽莎这一次没有说出干掉和 bloody， 她像一个真正的贵族女子一样，完美的完成了她的演出。皮克林笑着说，你赌赢了，你改变了伊丽莎。希金斯应该高兴吧，他确实高兴了一会儿，但很快他就开始抱怨，
他说，我也受够了那些上流人士，那些端着架子的公爵夫人其实都是傻瓜，你听出来了吗？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一个卖花女变成了公爵夫人，但当实验成功的那一刻，他对公爵夫人这个头衔本身就失去了兴趣，因为对他来说，这从来不是关于伊丽莎的事，这是关于他自己的事。他想证明的是我亨利·希金斯有这个本事，至于伊丽莎变成了什么，以后怎么办，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实验结束了，数据记录了，论文可以发表了，实验品可以处理掉了。希金斯喝了点酒，有点醉了，跌跌碰碰的在实验室里走来走去，嘴里嘟囔着找他的拖鞋。这时候伊丽莎默默地走了过来，她一直在旁边，从他们进门开始，她就站在那里。她听见了他们所有的对话。皮克林说，你赢了。希金斯说，那些公爵夫人都是傻瓜，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看他一眼，没有一个人说一句，伊丽莎，你今晚表现得很好，没有一个人问一句，你累不累，你开心吗？他就像一件用完的工具，被随手丢在了角落里。伊丽莎弯下腰，默默地把拖鞋放在了希金斯的脚边。希金斯好像没看见他一样，自顾自地继续跟皮克林说话。他又一次被无视了，就像他第一次来到这间实验室时一样，就像他在街头卖花时一样。在这个男人的眼里，他从来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口音，一个实验，一个赌注，一件作品，唯独不是一个人。当希金斯再一次起身找拖鞋的时候，伊丽莎爆发了。她抓起那双拖鞋，狠狠地一只接一只地砸到了希金斯的脸上，然后她痛骂道，我就是你们两人打赌的对象，我根本无关紧要，我的死活在你眼里还不如一双拖鞋那么要紧。这句话是整部戏剧的核心。一双拖鞋，希金斯找了半天的拖鞋，比他身边站了一整晚的伊丽莎更重要。面对伊丽莎的愤怒，希金斯是什么反应？他愣了一下，然后不以为然。他觉得伊丽莎在无理取闹。伊丽莎接着说了一段让所有人都心碎的话，我以前还能卖花，现在你已经把我变成了上流女子，我接下来还能卖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了。我们想想看，在被改造之前，伊丽莎虽然贫穷粗俗，满嘴土话，但她至少知道自己是谁。她是利森格鲁弗来的卖花姑娘，她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她在街头有自己的位置。但现在呢？希金斯把她从那个位置上连根拔起，教她说标准英语，教她穿漂亮衣服，教她像贵族一样走路、微笑、寒暄。她变成了一个上流女子，但她不是真正的上流女子。她没有家产，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她只有一口漂亮的口音和一身得体的衣服，而这些全是希金斯给的。她回不去卖花了，因为她已经不属于那个世界。她也融不进上流社会，因为那个世界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她。她被悬在了半空中，上不去下不来，像一棵被移栽的树，旧的根被砍断了，新的土里却扎不下去。希金斯听完她的话，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你可以嫁人啊，你也可以去你想去的花店里工作。你可以嫁人，就这4个字暴露了希金斯，或者说那个时代所有男人对女性最深层的轻蔑。在他的认知里，女人的出路只有2条，要么嫁人，要么打工，而嫁人排在打工前面。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女人被改造成了优质商品，最好的归宿当然就是被某个男人买走。伊丽莎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她愤怒地回击，我不会把自己卖出去。这句话砸在希金斯脸上比拖鞋还疼。然后伊丽莎做了一件事，她把希金斯和皮克林送给她的衣服、首饰，所有东西一件一件的扔还给了希金斯。她说，我要把你们给我的东西全部还给你们，你们挑下一个姑娘的时候还可以给她穿。下一个姑娘这4个字有多锋利啊。她在告诉希金斯，你别以为我有多特别，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品用完了，你会找下一个。做完这一切之后，伊丽莎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觉得自己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这个场景像极了一对恋人分手，但实际上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爱情。希金斯改造伊丽莎的初衷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研究的需要，甚至可以说是满足自己的虚荣。而伊丽莎的愤怒也不是因为一个男人的辜负，那是一种属于女性的独立意识在破土而出。她拒绝被当成东西来看待，
他拒绝在被改造之后还要感激改造他的人。他拒绝这个世界告诉他，你是被人创造的，所以你应该属于创造你的人。当晚，伊丽莎悄悄地独自离开了希金斯的实验室，没有告别，没有回头，就像一只笼子里的鸟，终于找到了打开的门。故事到这里似乎已经可以收尾了，但萧伯纳偏不，他在最后一幕里安排了2个极其精妙的反转，把讽刺的刀子又往深里捅了一截。第一个反转来自一个我们几乎已经忘掉的人，伊丽莎的父亲阿尔弗雷德。还记得那个上门讨钱的垃圾工人吗？那个没什么文化但能说会道的落魄老头，他又出现了。但这一次他的样子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又光鲜又做作的行头，活像一个婚礼上跑出来的新郎官。因为他真的要结婚了，而且他有钱了。怎么回事？原来希金斯有一个美国百万富翁朋友，这位富翁想建立一个道德振兴会社。希金斯借机开了个玩笑，写信跟那个富翁说，垃圾工人阿尔弗雷德·杜利托是当前英国最有创新精神的道德家。那位富翁信以为真，非常看重阿尔弗雷德，在遗嘱里指定每年给他3000英镑，条件是让他每年为道德振兴会社演讲6次。一个垃圾工人因为一句玩笑话从天上掉下来一笔巨款，一夜之间变成了体面人。但阿尔弗雷德高兴吗？他摆出一副苦瓜脸，一肚子怨气。他跟希金斯抱怨说，都怪你，你把我变成了一个上等人。我本来很快活，缺钱的时候就去随便找个人要一点，可现在人人都来问我要钱。1年前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2-3个亲戚，他们还都不愿意跟我说话。现在我一口气有了50个亲戚，没有一个正经挣过1个月的工资，而我现在得养活所有这些人。现在我还不得不向你学习说中产阶级的英语。你看，伊丽莎被改造了口音和仪态，阿尔弗雷德被改造了经济和阶级。一对父女被同一个男人希金斯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了，而他们的反应惊人的一致，他们都不快乐。伊丽莎觉得自己被悬在了半空中，上不去下不来。阿尔弗雷德觉得自己被架在了火上，活得远不如从前自在。穷的时候，阿尔弗雷德是个快活的穷光蛋，没钱就去找人要，要不到就喝口水算了。他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他可以自由的、毫无负担的活着。但现在有钱了，他发现自己被捆住了。他得穿得体面，说话文雅，交际应酬，还得养活那50个突然冒出来的亲戚。他被上等人的规矩绑架了。但阿尔弗雷德到底是个实在人，抱怨归抱怨，他最后也承认，有钱到底比没钱好。在过穷日子的时候，我都不敢想象自己死了以后会被埋在哪里。其实萧伯纳通过这个配角说了一个很扎心的真相，阶级跨越从来不是免费的，你往上走一步就要交一份税，这份税不是钱，是你的自由，你的自在，你原来那种不管不顾的洒脱。穷有穷的苦，但穷也有穷的自在。富有富的好，但富也有富的枷锁。真正让人窒息的不是贫穷本身，也不是富裕本身，而是你必须按照那个阶级的规则活着，不能越雷池半步。说白了，每一种体面都是一种牢笼。第二个反转发生在伊丽莎身上，她又出现了。这一次她没有愤怒，没有眼泪，没有歇斯底里，她照样用一种十分文雅的姿态走进来。但他的气质跟宴会上那一次完全不同。上次他的文雅是模仿来的，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随时可能走光。但这一次他的文雅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他走向皮克林上校，平静地说了一段话。虽然我被你们2个男人当成实验品，但在过去这段时间里，我从你皮克林上校的身上真正学到了待人接物的良好态度和礼貌。我明白了，是这种态度让一个人成为上流社会的女子，而不是口音和穿着。然后他说了一句更厉害的，其实我跟希金斯教授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一不顺心就骂粗话的人。如果不是你在我身边，我根本没有机会看到上流社会的人真正应有的样子。这一段话太精彩了。伊丽莎用最平静的语气完成了一次最精准的解剖。她说的是，真正改变我的不是希金斯教的那套口音训练，而是皮克林身上那种尊重人的态度。希金斯教他说的像个上流人，
但皮克林教他活得像个上流人，不是靠口音，不是靠衣服，而是靠对每一个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希金斯永远学不会，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粗人。他的粗不是口音的粗，是灵魂的粗。他用标准英语说出的话，比伊丽莎用伦敦土话骂出来的粗话更加粗鄙。这就是萧伯纳藏在第2幕里的那颗炸弹，现在他终于炸了。希金斯听到伊丽莎说自己跟他是一样的人，你猜他什么反应？他依然傲慢。他说，没有我在他身边3个星期之后，他又要重新流落街头了。他到现在还觉得伊丽莎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没有我，他什么都不是。一个创造者永远无法接受作品脱离自己独立存在的事实，就像那些控制欲极强的父母，永远在对孩子说，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你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啊？他们把给予当成了永久的债权，而伊丽莎要做的就是撕毁这张欠条。舞台上，阿尔弗雷德宣布自己马上要结婚，邀请皮克林和希金斯的母亲去参加婚礼。他们3个人都走了，把希金斯和伊丽莎单独留在了舞台上，就像故意给他们制造了一个独处的机会。接下来的对话是整部戏剧最含蓄也最意味深长的一段，他们谁都没有直接说我们可以在一起，相反，他们各自表示没有对方我也能活得好好的。希金斯说，你不要嫌我粗暴，我对谁都这样，我对人类是一视同仁的。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不是针对你，我对所有人都这么差。说实话，这种平等的粗暴比特殊的温柔还让人无语。你对所有人都粗暴，所以我就应该感恩。然后他话锋一转，暗示伊丽莎可以回来。他说，我要把你造就成一个女人，现在我做到了，我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他还是那个皮格马利翁，他爱的不是格拉蒂这个人，他爱的是自己创造格拉蒂的能力。说完这些甜言蜜语，希金斯立刻恢复了他的老习惯，他开始打发伊丽莎去帮他买东西，去帮我买火腿和乳酪，去帮我定制手套和领带。你看，到了最后一刻，他还是把他当成仆人。但伊丽莎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去买，然后飘然而去，没有回头，没有眼泪，没有犹豫，就这4个字，干干净净地斩断了一切。你自己去买，这不是一个仆人对主人的反抗，这不是一个女人对男人的赌气，这是一个被创造的人对创造者说，我不属于你，我不欠你什么，你给了我口音、衣服和礼仪，但我的灵魂是我自己的。你可以创造一个公爵夫人的外壳，但你创造不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自主意识的人，因为人不是石头，人不是格拉蒂。卖花女的结尾，100年来争议不断。当年这部戏在伦敦首演的时候，剧院为了卖票，把它宣传成了一个浪漫爱情故事。观众们兴冲冲地走进剧场，满怀期待地等着男女主角在最后一幕深情相拥，终成眷属。结果呢，他们等来的是伊丽莎甩下一句你自己去买，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我爱你，有的只是上流人士之间的互相寒暄、恭维、调侃，以及一个女人转身离去的背影。观众们很失望，他们觉得被骗了。后来很多地方重新上演这部戏的时候，都偷偷修改了结尾，加了一些暧昧的暗示，让观众觉得他们最后还是在一起了。1938年，根据这部戏改编的黑白电影干脆让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再后来20世纪50年代，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音乐剧《窈窕淑女》，在美国连续上演了2000多场。好莱坞又据此拍了一部由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电影，同样叫《窈窕淑女》。每一个改编版本都试图给观众一个他们最终在一起了的美好结局，因为人们太需要浪漫了，人们需要相信一个男人改造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应该爱上他，这才符合逻辑，这才对得起那几个月的付出，这才是一个好故事该有的样子。但萧伯纳不干，他写这部戏的初衷从来就不是讲一个爱情故事，他要讲的是一个关于权力的故事。谁有权定义什么是标准？谁有权决定什么是优雅？谁有权宣布一个人合格或者不合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这些权力全部掌握在上流社会手里。他们制定了一套精密的规则，
什么口音是好的，什么衣服是得体的，什么话题可以在客厅里聊，什么词汇永远不能出口。然后他们用这套规则把整个社会分成了3、6、9等。你说话带伦敦东区口音，底层，你不会在社交场合聊天气，粗人，你嘴里蹦出一个 bloody， 滚出去。而希金斯教授就是这套规则的执行者，他以为自己是科学家，以为自己在做实验，但他真正在做的是用上流社会的标准去格式化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把伊丽莎的口音换成了标准英语，把她的衣服换成了高级定制，把她的姿态矫正成了贵族标准。但他从来没有问过伊丽莎一句，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以为改造就是给予，他以为给予就意味着对方应该感恩，他以为感恩的最高形式就是爱上给予者。但伊丽莎用她的行动告诉他，不，被创造的格拉蒂与创造者皮格马利翁之间不可能有对等的爱情，因为爱情的前提是平等，而创造者和被创造者之间永远不平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欠我的。而一段建立在你欠我基础上的关系不叫爱情，那叫控制。所以你问我那些说为你好的人，他们到底想要什么？答案很简单，他们想要的不是你变好，他们想要的是你按照他们定义的好去活。他们想要的是你变成他们的作品之后，永远记得谁是你的创造者。说白了，他们要的不是你的幸福，是你的服从。萧伯纳看穿了这一切，所以他坚决不让伊丽莎和希金斯在一起。他要让伊丽莎独自走出那扇门，独自面对自己的命运。不是因为他不需要任何人，而是因为他必须先成为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人，才有资格谈论爱。说到这儿，我想起萧伯纳的老师易卜生。易卜生是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鼻祖，他最著名的作品《玩偶之家》里，女主角娜拉在结尾推开了家门，走进了黑夜，砰的一声关门声震动了整个欧洲。而萧伯纳让伊丽莎做的事情本质上和娜拉一模一样，他们都选择了离开，他们都选择了不再当别人的作品。娜拉不再当丈夫的玩偶，伊丽莎不再当希金斯的格拉蒂。他们走出去的那一刻，不知道外面等着他们的是什么，也许是风雨，也许是更大的困境，也许他们会跌倒，会后悔，会在深夜里偷偷哭泣，但至少那是他们自己选的路，不是父亲选的，不是丈夫选的，不是任何一个自以为为你好的人选的，是他们自己的。正如鲁迅评价萧伯纳时说的那句话，他撕破了绅士淑女们的假面伪装。而我想补充一句，他不仅撕破了上流社会的假面，他还撕破了一个流传了2000年的浪漫幻觉，那就是男人有权塑造女人，而女人应该感激涕零。不，没有人有权塑造另一个人。你可以教他说话，但你不能替他思考；你可以给他衣服，但你不能定义他的灵魂；你可以改变他的口音，但你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是他自己。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戏剧舞台上充斥着轻浮的浪漫剧和市侩的传奇故事，观众们习惯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习惯了男女主角最终牵手，习惯了在散场后心满意足地走回家。而萧伯纳的出现让戏剧不再只是提供肤浅的刺激，他让舞台上有了真正的思想交锋，有了刺骨的社会讽刺，有了那种让你看完之后睡不着觉的东西。正是这种力量让萧伯纳在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正是这种力量让卖花女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让每一个读到她的人感到一阵电击。因为萧伯纳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过时。当有人对你说我是为你好的时候，你敢不敢回一句那我自己去买？我是Fanco，谢谢你陪我走完今天这段旅程，我们下本书再见。